iPhone 呢，也许并不是一个拍照神器，可是有很多好看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呢，都是从 iPhone 那边拍出来的。那么要如何通过 iPhone 来拍到一个比较好看的照片呢？有一些 setting 或者是有些技巧呢，你是需要知道的哦。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陈浩，一个喜欢苹果产品的 KOL。我会每天呢都在我的微博、哔哩哔哩、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传苹果产品的最新资讯、好笑的资讯、劲爆的资讯。如果你也对苹果的产品，像是 iPhone、iPad、MacBook 这一类的产品的使用小技巧感兴趣的话，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今天呢，我会 focus on 调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小技巧哦，来让你把你的照片呢拍得比较满意。那么事不宜迟，我就要把我的摄像镜头从 iPhone XR 移到 MacBook Pro 啦。想要学拍照的新手们哦，相信你们都会看到影片上面都会有人说要在你的电话那边开一个9宫格，所以就可以把人物放在9宫格的左边，或者是9宫格的右边，或者是它的角落。9宫格呢，在 iPhone 的相机呢是没有一开始就开启的，我们需要手动开启哦。那么要怎么开启呢？其实都蛮简单一下。所以我们现在去 setting， 然后找你的相机，然后呢再开启这个网格。那么你的相机呢就会有这个线条了。如果没有开启网格的话呢，你的相机呢是没有线条的。不同的光线、不同的场景或者是不同的主题呢，需要的滤镜是不一样的。iPhone 拍照呢，其实它也有一个自己的滤镜，就是在我们的最右上角，就是这个。我们点击它了过后，可以选择的滤镜呢就在下面。不同的滤镜就有不同的感觉哦。比较快速开启滤镜的方法呢，其实也是可以点击中间的这个图，然后拉上去，滑上去就可以了。它就会看到这些滤镜，可以选择。上面的这个圆形的东西哦，我打开就是一个实况。像我们现在做一个实验哦，你看我的嘴唇，我一边说话呢，我就一边拍照。然后我们现在看这个拍照过后的结果。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上来，下面就有不同的效果给我们选择。像是这个循环播放，或者是来回播放，或者是呢，有一些照片呢，的确是需要一些曝光哦。我们可以按着这一个拍照的 button 按99。像我们现在做一些实验哦，我连拍，像我在讲话这样子。OK， 我已经拍了将近16张照片，就按着不要动。这个是其中一张还觉得蛮好的照片哦，可以自己选择我们想要的。像我们按下面的这个选择，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哦，它有很多个我们该拍的那些照片，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张自己觉得满意的。这个照片哦，这边有一个圈圈，点它一下，就是你选择这张照片来显示出来，然后你就按完成。它这边会让你选择你要保留全部呢，还是你只要保留这一张照片就可以了。所以我通常呢都会只保留这一个照片而已，之前拍那些呢它都会delete掉。除了滤镜跟这个实况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很多调整，像是 HDR 就是拍到比较清晰，或者是闪光计时就是3秒或者10秒才拍照。3秒跟10秒拍照的话呢，它会帮你拍10张照片。那么呢，这些 setting 呢全部都是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好像人像啊、正方形啊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去来试试看。因为有些人他调了这么多东西了过后呢，然后如果他把这个相机关掉，然后下一次呢他要再开启相机的时候，他很多情况下呢是需要重新设置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设置好的东西呢，我们保存下来，下一次再开启的时候就不需要再重新设置了。同样的，开启你的设置，然后再进到你的相机，然后选择这个保留设置，这里有3样东西哦，我们都可以开启它。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在开启我们的照相机的时候呢，它就会保留之前所做好的那些设置。有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哦，不太喜欢有那个声音，我蛮大声一下。一些特别场合拍照声音是不太好的。那么我们要怎样子关闭这声音呢？只要在这个静音的这边这个 button 哦，我们调关成静音，然后再拍照呢，它就不会有声音了。第一个方式呢，就是设置一个倒计时。这倒计时呢，就是按上面这一个计时。然后选择3秒或者10秒，我们可以先按拍，然后再放那个远的距离，然后就调好一个角度就可以拍照了。或者是呢，我们还可以用我们这个 earphone， 我们可以先插进去哦，再拿到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距离过后，我们按这个大声小声的键哦，像这种眼的按，它就可以帮你拍照了。
然后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喜欢拍食物，我们通常都是晚上拍下来，和让自己拍的180度平稳的角度垂直平稳。所以在 iPhone 这边呢，我们可以开启这个照片。当我们自然拍摄的时候，它是OK 是正常的。可是当我们放下来打横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上面有一个黄色的跟白色的十字。所以你只要白色跟黄色这个2个十字呢贴在一起过后，你就可以肯定这个是平行水平了。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要锁定那个曝光，像是我们这样子拍，这9宫格呢，我们可以互相点击不同的地方，点击不同的地方呢，你看到的那个效果就会不一样。然后呢，你也可以锁定它，也就是讲你要这样子的这个曝光，所以你去到哪里呢，它都是一样这样子的曝光。如果我们没有锁定的话，是这样子。应该看得到那效果，还会跟着那个光线一直在改动，然后我们可以调整拉上，让它更曝光，或者是拉下，没有那么曝光。但有些时候你拍照的时候就不可以让它太曝光，或者是要让它曝光多一点点，但要多方尝试啊。像是从左边到右边，或者是从下面到上面，不一定是每一次呢，我们都一定是要从左边拍到右边，或者从下面拍到上面的。有时候我们可能要从上面拍到下面，或者从右边拍到左边。那么我们要怎样子调整呢？开启你的 camera， 然后选择全景，然后我们点击这一个东西它就会从左边去到右边。同样的，如果我们从下面拍摄上去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点击它一下，它就会从上面拍下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啦，你是可以这样子，如果你是要这样子上面拍下来的话，就这样子放。如果你要从下面拍上去的话，就要倒转你的 iPhone 就可以了。这里呢，我会介绍大家一个配件这配件呢，其实叫做 Fusion Lens 360，它是可以拍一个360度的照片跟360度的 video。它其实是有2个 lens， 像是一个鱼眼这样子的 lens，2个一前一后。如果你要用这个 Fusion Lens 来拍照的话呢，你需要导入这个 Fusion Lens 360，或者是 Fusion Lens 这一个 app， 打开 Fusion Lens，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配件插下去，然后每一次呢，必须要先擦干净这一个 lens 才可以，它才可以拍到比较好。而且有时候光线太强啊，或者光线太弱，它比较难拍到比较好的照片，它需要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那个光线的地方才可以拍得到我现在是前面有个灯，它曝光，所以它这个拍到就没有这么清楚。如果是这样的倒反过来的话，你看它拍我的话就很 OK，这就可能它没有这么好的地方了，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改进。我看这样就拍我好了。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像是180度，然后210度，19:9，这是可以拍一个比较长的地方就有不同的选择它的这个鱼眼呢，有时候我会觉得拍到有点蛮畸形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没有太成熟不过它拍一些场景呢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可以拍360度那360度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6K 360度 camera。所以我们现在是看到只有我而已，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那个拍照的地方，我们按长按，让它抖动了一下，我们可以放手。它在下面呢还会自己做一些 calculation， 然后组合好过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了。点击一下，这人是蛮畸形看起来。不过我们其实要 export 出来才可以看到比较好。它 export 出来呢，其实是在下面右下角的这个东西，我们按一下，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曝光的地方的确是不太好，它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光线而且还有不同的模式团体照万花筒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更多或者想要购买的话呢，链接我会放在下面刚才的小技巧呢，你觉得怎样？欢迎留言。当然，如果你觉得刚才的小技巧非常实用的话呢，非常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赞，分享给你周围的有 iPhone 的朋友让他们也可以拍到一些比较满意的照片。如果你还有一些什么使用小技巧或者是使用 iPhone 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你留言告诉我，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那么我是申浩，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